I don't know what I'm meant to feel anymore. I take it out of my 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洛中是京都人眼中最京都的区域。洛中这个概念是相较于洛外的说法。从平安时代开始，这一区是天皇及官员的生活区，现在则是指上京、中京、下京这3个行政区域。以京都御苑为核心，这一区保留许多寺院与古迹，还有许多品质讲究的商店，是兼具气质与生活机能的区域。用1天的时间，跟我一起在御苑周围漫步，感受京都独有的复古时光吧。1天之中，我觉得早餐最重要，因为吃到好吃的早餐，心情会好一整天。Inoda 是京都的老字号咖啡店，用餐时间来，排队至少要半个小时。位在京都3条通附近的总店，已经开业超过60年了。虽然是西式的咖啡馆，但和周围的街区融为一体，一踏进店里，仿佛会回到过去。点了人气的牛排三明治，上餐时被肉排的厚度吓到。附上4片培根肉，本来是分开吃，第2片尝试把培根肉夹在三明治里，没想到培根的肉味会带出牛肉的甜味，算是解锁了一种自己的创新吃法。通往厕所的走廊有复古的石狮雕刻及流水，更凸显这里的历史韵味。有一个中庭花园，天气适合的时候在这里用餐，一定会很浪漫。把这里当作1日行程的起点，一定能带来1天的好心情。从Inoda往南走几步，会看到百年日式甜品店大吉店本铺西园，或是往北走过了乌丸浴池，会看到开业500年的荞麦面店本家尾张屋。有机会都可以来尝试看看。锦市场有京都厨房的称号，具有400年的历史。京都传统的食材在这里都找得到，是个了解京都饮食文化的好地方。不过这里不只有当地人会来，观光客也很多，所以有很多即食的商品。京都人说的吃肉，指的是牛肉，有好几家贩卖和牛肉片的店。单吃牛肉虽然很过瘾，但还是有点油，需要来点甜品平衡一下。这里有好几家和果子店，可以买了站在旁边吃。大福一直是我很喜欢的甜点之一，选了橘子大福。麻薯外衣包裹着微甜的豆馅和微酸的橘子，刚好解了刚刚和牛的油腻。这里有家史努比茶屋，
有很多包装精美的甜品，看了就好想全部都吃掉。这家主打保存期限只有1分钟的红豆饼，是最近很红的一家店。1分钟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买了要马上吃掉，但用这种包装的术语，真的很有创意。吃饱了，接着就用美景帮助我来燃烧卡路里吧。沿着市厅东，会走到行院寺。这里是我无意之中发现的小寺庙，没想到这里竟然大有来头。行院寺是西国33所观音灵场第19番，供奉的是千手观音，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了。旁边还有供奉七福神，小小的寺庙却不断有参拜的信众，是一间充满能量的景点。这间寺庙的住庙代表是一只黑黄白3色斑纹的猫，不过我在室内都没有遇到它，反而是离开时在路边的车顶上看到它。来这里参拜的时候，可以留意一下它的足迹哟。沿着市厅东往京都御苑的方向走，会走到梨木神社。这是一间非常年轻的神社，供奉江户时代的学者上田明成。神社不大，有一棵祈求恋爱顺利的树，旁边还挂满爱心状的绘马。这里是京都3大名水之一的蓝井，门口有贩卖瓶装水，也可以自己带瓶子，投入100元装水带走。参观的时候遇到好多当地人来这边装水，可见这里的水是真的深受当地人的喜爱。参道旁边还有一家咖啡店，这家店主打的是用蓝井的水源，可以来这边喝杯咖啡休息一下，坐在长廊下放松心情。参道两旁的树丛上绑着一些文具创作，懂日文的话可以看看上面都写些什么哦。梨木神社很安静，人潮不多，在这里适合放慢脚步，独自感受京都的慢时光。
从梨木神社过个马路，就会到庐山寺。这里是《源氏物语》的作者子氏部成长及撰写作品的地方。从山门进来，会先看到大师堂，这里供奉圆山大师。走进旁边的小屋，看到门口的指示部坐像，这里是通往源氏亭的入口。里面展示了一些指示部使用过的物品，还有重要文化财的佛像。源氏亭不大，但是枯山水白沙搭配后方的树木，随着季节变换叶子的颜色，小庭院也能创造多种感受。这里6月到9月会开满紫色的桔梗，相传指示部很喜欢紫色，所以以此为灵感，种植了紫色的花草植栽。这里很安静，一个人坐在庭园放空，感受指示部创作时的灵感。京都御苑现在是市区内最大的公园，可以在里面散步，也可以当作穿越市区的捷径。有些区域需要预约，由专人导览才能参观。而在御苑角落，有一间岩岛神社，其实这是供奉在旧九条家宅邸庭园内的神社。唐伯虎鸟居十分罕见，是京都3大稀有鸟居之一。九条池和岸边茶室秀水亭构成的美景，还残留当年的龙井。欣赏完古迹，就往近代的经典建筑前进。京都府厅旧本馆建于1904年，2004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，是日本现存最古老而且保留原貌的政府大楼。建筑外观是文艺复兴风格，像是早期的现代西方豪宅。这里是免费参观，室内有很多工艺细节，值得慢慢看。漫步在环绕中庭花园的走廊，虽然说这里是政府机关的办公室，但却没有严肃的感觉，反而有股浪漫的气息。
这里有家咖啡馆，现场排队的人很多，我就没有进去了。旁边有个等待休息区，有些小细节可以观察玩味一下。这里虽然是西式建筑，却保有浓浓的复古气质，最适合当作一日复古散策的终点。往乌丸浴池的方向走，这里餐厅的选择很多。Ganesh 咖喱在3条通的巷子里，是回家时意外发现的美食。看到墙上的名人签名，应该是小有名气的店。点了招牌的阴山咖喱，光看图片就能引起食欲。这是一家欧式咖喱店，主厨一直在追求原创的口味。划破蛋黄，留下的蛋液混着咖喱与白饭。第一口有点水果的甜味，慢慢的微辣的味道从喉咙传上来，汤匙便停不下来了。老板很热情，很努力的向我介绍他引以自豪的美食，在欢笑声中结束这一餐。我最喜欢京都那股新旧融合的反差，不会让人觉得突兀，反而加强了传统文化的美感。不一定要往人多的观光景点前进，有时候在市区的巷子里，一样会遇见历史悠久的寺院。这些古迹和人一样，就像是住在这里很久的老朋友，随时张开双手，欢迎每位路过的游客。如果你也喜欢京都那些新旧融合的体验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探索旅游的乐趣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